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北武安，我又来到了武汉了。自古以来呀，湖北被称为是人杰地灵的地方，在很早的时候被称为荆楚大地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相当深厚。其中呢，最具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楚国，然后到了明朝呢，有一个藩王。因为朱元璋称帝之后定都南京，他就把他的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中华大地到处能够看到明朝的藩王墓。那么湖北当时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说一说湖北有多少个藩王。钟祥的明显陵最开始也是藩王，那在武汉呢有一个楚王，还有在襄阳也有一个王爷，在荆州有个辽简王，所以非常多就能够证明湖北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关键。那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，属于武汉的一个昭王陵寝。有这样一种说法嘛，北有13陵，南有楚王陵。楚王在武汉这个地方跟随大明王朝传承，大明王朝兴建，楚王就存在了；大明王朝灭亡了，楚王就不存在了。现在我们去看看这个楚王陵到底有什么特色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，这里相当于是神道了，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里没有石像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陵墓比较早。正常来讲的话，下面这个是条形石就是当时楚王他的棺椁和他的王妃，就是从这里一直到底部他那个地宫里面。这个楚昭王是何许人也呢？我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，他是属于朱元璋的第6个儿子。朱元璋的儿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朱标、朱棣，这2个是最有名的嘛。那朱棣后面是当了皇帝，他这个楚王朱桢，他出生的时候刚好呢，就是当时朱元璋攻占了武昌，所以呢取名叫朱桢，后面把他受封为楚王。大家都知道湖北荆楚大地，那么把他受封为楚王，就表示对他的重视嘛。那最后到了朱桢10几岁的时候，他就来就藩，因为朱元璋把他的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。你像老大朱标是太子，老二呢属于到了西安，就是管理西安，就等于相当于管理西北。老三呢好像是到了北方，反正都是比较重要的地位，特别是他们前面的儿子。那到了武昌之后呢，这个朱桢并没有说混吃等死。我们经常说到明朝的藩王，可能就说没有能力。只能在自己1亩3分地一样作威作福，他不是的。朱桢嘛，长大是在明朝的开国初年，所以呢，他跟朱棣这些镇守边疆的藩王一样的能征善战。他平定了我们相当于是说湖南、贵州、云南，反正就在湖北附近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我们说的土匪也好、起义也好，他呢都平定了，所以他的战功比较显赫。在后面大家知道了，朱元璋去世之后，朱允炆登基为帝，他进行削藩，结果呢削藩没有成功，导致呢朱棣起兵攻占南京。那正常来讲的话，在武昌这个地方，朱元璋设立朱桢的目的是什么？拱卫京师，因为武汉离南京很近嘛。如果说南京出现问题，那么南京附近的这藩王要带兵进京保护，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起兵勤王嘛。结果呢，朱棣攻占南京的时候，朱桢呢按兵不动。为什么？其实说的简单一点，可以这样说吧：朱棣还有楚王朱桢这些大大小小的藩王，他是不服朱允炆的，觉得一个毛头小孩怎么能够带领明朝前进呢？所以说，朱棣攻打南京的时候，他就按兵不动。结果呢，朱棣进到南京之后，夺得了帝位，登上皇帝之后，他呢对楚王也非常重视，把他提拔为明朝中人府的中正，相当于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族长。楚王朱桢呢，就相当于管理整个皇家事务，管理全国各地的藩王。所以说，楚王朱桢受到朱元璋和朱棣2代父子的重视。基本的故事就是这样的。现在我们进去里面看看它墓里的整体结构。这个地方叫龙泉山。楚王陵寝呢是朱桢他生前为自己选好的，因为当时他就藩武昌嘛，来到这个龙泉山游览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风水很好，是一个
阴宅的极佳之地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地方确定为他的陵园，把它圈起来了。最有意思的一个是什么？这个陵园里面有一个樊哙墓，最早的时候樊哙是埋葬在这里的，后面呢，楚王为了修建他的陵寝，就把樊哙的墓移到一边去了。这里面呢，气候还是比较低，因为属于在深山老林里面，一般这种陵寝啊，都是在大山里面，比较远一点。这里离武汉市区有几十公里啊。这个地方叫做金水桥，基本上明清的陵墓啊，都会有这样的金水桥。为什么？它陵区呢有排水系统，一般桥下面呢就有一条小的河流，在帝王里面一般称为水龙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没什么特别的说法。这些地方啊，可以看得出来比较黑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明显陵，大家都知道是被李自成一大火烧掉的。那这个楚王陵是被谁破坏的呢？被张献忠一大火烧掉了。这里面的木质结构啊，基本上是没有了，很多都是现在修复的，所以说非常可惜啊。那同样的，这个楚王陵，它是从朱元璋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武昌就藩，到什么时候没了呢？它基本是贯穿了整个明朝的历史，它是最后面被张献忠把最后一代楚王啊扔到长江里面去了，所以呢，楚王这个传承就这样没了。这些被烧掉的非常可惜啊，全是漆黑无比的。那这些地方呢，同样的也是24条阴刻线。基本上明清的帝王陵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再说一下，明朝的帝王陵跟清朝帝王陵大部分规制是相同的，因为清朝基本上是完全学习明朝的。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呢，看了很多陵墓就知道，这里是临恩门，前面是临恩殿，那这里呢是面阔5间，进深2间，也算是比较大了。看下面这些石头的那个我们说住处啊，就能发现。那么我们去前面临恩殿看一下，那个可能才是重要的地方。当然了，在临恩殿还有一段历史要跟大家解释一下。有很多人说啊，像李自成还有张献忠为什么会失败？因为就是他们的局限性嘛。他反对明王朝没错，但是呢，他把明王朝的帝陵都烧掉了，这个在当时的士绅里面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你像其他的王朝，你像清朝有一点呢，它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它最起码没有就破坏明朝的陵寝。大家看得到，北京13陵能够保存的那么完整，有一部分呢还是清朝当时的皇帝下令要保护明13陵还有明孝陵，这个其实还是能看出区分的。尽管说，清朝是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，但是最起码这一点，我觉得他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。我身后这个建筑非常大呀，在明朝的帝王陵、藩王陵也好，是叫做临恩殿；在清朝呢，是叫隆恩殿，因为清朝是学习明朝的嘛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叫做临恩殿，有点不太严谨。为什么？这个陵墓呢，是属于在明朝初年建立的。而临恩殿的叫法呢，是明朝嘉靖皇帝开始的。在嘉靖皇帝之前，这一块呢叫做享殿。你像明孝陵，还有朱棣的长陵，都是叫做享殿。那么朱桢死的时候呢，朱棣还在世，所以他这个陵墓呢比朱棣还早一点，所以呢应该是叫享殿更好一点。尽管说是后面嘉靖皇帝改的，但是呢，它毕竟还是属于我们说的。比嘉靖早了100多年吧。你像这里是相当于一个基座，那这些龙头看到是不是很壮观？有一点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在故宫大家都知道有龙吐水，在这里呢也是有的，看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说，如果说碰到天气不一样的时候啊，如果下大雨的话，全部有水下来。非常壮观吧？这些都是汉白玉的石头雕刻的。你看有几层？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、5层、6层，整个这一块呀，都是巨大的石头，完整的放在这里的。长度的话，大概有1米。所以说这个地方
碰到如果下大雨天的话，非常壮观的。所以说，当时古代的设计师、建造者非常了不起吧。这上面雕刻也是有龙的，上面是阴刻线。那正常这里啊，给大家看看，本来的话应该是有我们常说的单壁石，但是由于它的身份呢，达不到皇帝的标准，所以就没有单壁石。那上面呢已经氧化了。那这个陵墓其实有这么大的陵恩殿，就是享殿，其实也能够代表朱棣啊对他的重视，因为能够当我们说的皇家的族长嘛，那肯定是跟朱棣关系很好，朱棣比较器重他。在陵恩殿或者说享殿的后面就是陵心门，从这里呢代表了他说升仙了一样的，就是他的灵魂呐。从陵心门进来，往前一走就是属于地宫，它也是在一座山上，跟明朝其他陵墓不一样啊。我们说修了一个宝城宝顶，它这个地宫呢，直接在山里面，因为明朝基本上只有帝王啊才是修那个宝城宝顶的，它其他的藩王的话，基本是在山里面修建一个地宫出来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给大家看看啊，在地宫的下面呢，这里有个建筑，其实我觉得也有点不严谨。为什么？大家看到香炉、烛台、方瓶，正常来讲的话，在明朝可以看到这里呢属于一个放15供的，但是这里不应该有。为什么？明朝15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是从朱棣的长陵。那在朱棣之前去世的藩王也好，还有那个朱元璋，前面是没有这个的。所以说这个就不严谨，因为朱桢啊，他去世是在朱棣的前面。楚王陵属于地下宫殿嘛，因为地宫本身就挖到山里面，它那个封土呢大概是厚3米。它其实是先挖出来。明朝和清朝的帝王陵有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它地宫啊是先挖出来，在里面建造一个宫殿。你如果说把上面的土刨光啊，下面就是一个宫殿，它里面的宫殿盖好了，才把封土覆在上面，所以说是与众不同的。它封土下方呢还有木炭，大概是30公分，用以防潮。所以明朝的帝王陵里面的地宫基本上是不渗水的，但是清朝看了好几个帝王陵啊，渗水非常厉害。你像康熙的景陵，还有乾隆的裕陵，里面以前听说是有很多水。里面的宫殿啊，构造材料全部是选用明代官窑特制的上等啊那个青砖。明代藩王在我国呢现存比较多，全国到处都有，但是跟汉朝的墓一样的十室九空，因为被盗比较严重，有些被盗，然后有些呢还坍塌了。现在走下去看看，深入地下也有好几米啊！你看看它这个炫呐，非常漂亮。那这里呢，全部是那种大青砖砌成的，下面有灯，那些就相当于小的壁龛。看看里面的面积到底有多大，直接可以看到正前方就是它的后室，相当于放置棺椁的。但是在这里等一下有个疑问，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。直接下了台阶就可以看到是墓室，你看看这里还有很多阶梯上去，这个是为了参观方便搭建的一个台子。因为在这个下面呢有门，这个相当于就是石门嘛。横九竖九，这是什么身份呢？帝王身份，可能是朱棣给他的身份，因为毕竟他是属于皇室的族长嘛。通过这个画面能够看到他这个后室非常大呀。正常来讲的话，他明朝的藩王有前中后，或者是说有后室，还有2个耳室。他这里我们现在只看到有这个后室。然后里面有几个小的是什么？像那壁龛放东西的，棺椁是看不到了，可以看到那个棺床。那单单这个后室的那个距离啊，面积我看了一下，2米，大概有20个平米左右。那这里呢，下面这个看是什么？相当于是墓志铭，就介绍这个楚王的一生。上面还有一些盒子，当时可能是放一些首饰、珠宝这一类的。看看这个砖大不大？这个设计的还是非常精美的，差不多600-700年的历史，还这么完好。
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，直接就是后室的门口。我们旋转一下，看一看，大家发现没有？空间是很小。其实呢，这里是有一点疑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明朝的藩王墓，特别是他受这么重视的地宫，不可能这么小。正常来讲的话，就现在我们前方看到这个位置啊，是叫做中室，还有一个前室，左右呢还有一些耳室，它这里没有，一进来就直接变成那个放置棺椁的地方。那么可能啊，就是当年这里被破坏了。我们说的明朝的藩王墓十室九空，那有些是已经崩塌倒塌了。那么这里呢，可能是经过修复的。以前正常来讲的话，中间这个位置呢，属于中室，那再后一点呢，相当于就是前室。那这两边呢还有耳室，但是可以明显看得出来，你想前方这里有灯的，肯定是后期修复的。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，看它的后室都这么大，那么中室、前室、耳室呢，其实也不会小。作为朱元璋器重的儿子，他这个墓其实还是相当豪华的，但是有一点呢，可以这样说，他还是背叛了朱元璋，因为朱元璋给他放在武昌的目的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，相当于拱卫京师，但最终呢，他按兵不动。还是那句话，都有自己的小心思。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他地宫其实比较小，应该说是小的可怜，也确实不太符合朱元璋儿子的身份。其原因我们也简单分析了一下，我个人估计是这样的，但真正的原因不知道是否如此。大家觉得是哪一种呢？